Hello， 大家，我係 Kristen 啊，歡迎翻嚟。今年過咗一半咯，年頭定落嘅計劃或者要養成嘅習慣，大家進行成點呢？以下呢個會唔會係發生喺你身上嘅狀況？目標 set 咗嘅頭一兩個禮拜，雄心壯志做到咗啦，但係跟住呢，生活上面硬係會有啲突發嘅狀況，可能係一場突如其來嘅感冒，工作變得好忙，又或者係單純只係嗰日心情唔好，個能量低到極點，根本就抽唔到時間或者心機去做過1個鐘頭嘅運動，內心湧起咗一種強烈嘅挫敗感，心諗唉，算啦，我都係做唔到噶啦。於是呢個好習慣喺未養成之前就終止咗啦。我哋嘅生活就係咁噶啦，咁流動，有高有低，一有啲咩意想唔到嘅突發狀況，就好容易令到我哋放棄。之前睇咗本書係可以打破呢個僵局嘅，叫做彈性習慣。睇完之後，我根據書入邊提供嘅 tips 喺自己嘅生活入邊進行咗為期已經2個月嘅習慣養成實驗，可以話係徹底咁拯救咗我擱置咗一邊好耐嘅寫作計劃，甚至幫我順利展開咗2027年嘅月曆策劃創作。今日就嚟同大家分享一下。By the way， 呢本書係 Patreon 嘅會員推介俾我嘅，我都喺嗰邊做過一個好詳細嘅閱讀心得分享，呢度就唔再重複啦。我哋 Patreon 嘅 Living Room Book Club 每個月咧有大家一齊投票揀嘅選書啦，揀完之後我會拍片講心得，我哋都會有一啲不定期嘅線下讀書會聚會，有興趣嘅話不妨去嗰邊睇下。喺我哋不停設定一啲新目標之前，作者提出咗一個好重要嘅前提，就係我哋必須要先認清楚自己內心真正重要嘅價值。由細到大，我哋都係俾一種獎罰機制去教育長大噶嘛。好多時我哋淨係識得透過外在嘅一啲制約去做到自律呢樣嘢。我哋成日都會設定一啲人哋或者社會覺得你應該要做嘅習慣，應該要瘦啲啦，應該要肥啲啦，應該要點，而唔係真正發自內心想要咁樣做。講到要養成好習慣啊，大家第一本諗到嘅書可能會係原子習慣嘅。原子習慣話俾我哋知，透過改變我哋身份認同嚟養成習慣係好緊要嘅。只有當自己係想成為某一個人、某一個身份嘅人，我哋先至會去做嗰個身份會做嘅事。彈性習慣呢，佢就更加進一步咁指出，如果要支撐呢一個身份，就必須先翻到去我哋內心最根本嘅核心價值，即係我相信嘅價值觀同我想成為一個點樣嘅人係必須要對齊嘅。咁樣對齊咗之後咧，先至會有真正嘅動力去做。例如啦，呢本書嘅作者咧，佢就列舉咗佢自己內心嘅核心價值，包括係有身心健康、創意、自由、學習同埋人際關係。咁由呢一啲價值延伸出嚟，頭3個佢想要建立嘅習慣咧，就係運動、寫作同埋閱讀啦。寫作對佢嚟講，既係創意嘅展現，亦都係帶嚟財務自由嘅一種方式，所以就一次過咧係符合咗佢2個嘅核心價值。當我跟住佢重新審視翻自己重視邊一啲價值嘅時候，我都揀出咗我而家生活裏面最想培養嘅3個每日都可以做嘅習慣：運動、寫作同埋畫畫啦。確認咗要養成啲咩習慣啦，set好咗目標之後，下一步就係呢本書最精華嘅部分，建立一個習慣9宮格嘅系統。其實就係幫習慣加上2個面向，一個係水平方面嘅彈性，一個就係垂直彈性。講咗水平彈性先啦，佢就係代表習慣嘅種類係有彈性嘅。譬如以運動為例啦，佢可以係跑步，可以係跳繩，可以係做瑜伽、做 gym， 亦都可以只係簡單嘅散步呢一種動態休息嘅。即係如果你唔係做開運動嘅人，初想建立呢個習慣嘅時候，只要係喺運動呢一個大種類大框架之下啦，形式係可以隨心去調整。至於垂直彈性咧，就係代表習慣嘅3個難度啦。為咗方便去實踐啦，我就直接叫佢1星、2星同埋3星嘅難度，好似打機咁樣。1星嘅難度門檻係極之低啦，就算超級疲憊、超攰啊，只係需要用10分鐘，甚至乎1-2分鐘之內咧都可以輕鬆完成嘅量。2星咧就係比1星難少少啦，但係又未至於太大嘅負擔。譬如可能由1-2分鐘加到去10分鐘，或者由10分鐘加到去20分鐘、30分鐘等等。最難嘅咧就係3星啦，係會有啲挑戰性嘅，做到咧會非常之有成就感。咁樣定咗3種嘅水平選擇 option， 加埋3種嘅垂直彈性嘅難度之後咧，就變成
咗一個自由度極高嘅9宮格啦。每日去做邊一個 option， 喺咩時間點去做，完全冇限制嘅，係可以根據當天最真實嘅身心狀態去揀。因為有選擇嘅自由，先至係培養習慣最大嘅助力啊嘛。只不過咧，選擇都不宜過多嘅，如果唔係咧，就好容易引起我哋嘅決策疲勞噶啦。講到嚟呢度咧，都想分享一個少少嘅心法俾大家。書入邊提到嘅，當我哋真係冇動力去做某件事嘅時候啦，但係又唔想個習慣中斷喎，就可以試下用做一次啦、一次半次啦呢一個講法去氹自己。即係通常咧講一次半次都係可能夜晚想食宵夜嘅時候啦，食一次半次啦，食個杯麵唔緊要啦，或者一次半次啦，攤喺 sofa 唔喐唔緊要啦咁樣。作者就話咧，用呢一個咁嘅講法去扭轉少少，將佢扭轉成一個正面嘅講法，即係譬如話就呢次啦，我落個樓散步啦，就呢次啦，我用粟米代替薯條啦，就呢次啦，我畫個小圖啦。呢一種嘅正面破例嘅講法咧，係都會令個大腦減低咗嗰個抗拒嘅感覺，都幾有用。我自己已經執行咗呢個系統足足2個月啦，效果咧係真係出乎我意料咁好喎。如果係 Patreon 嘅會員們咧，應該唔陌生嘅。我有一個舊年年頭開始咗嘅散文集計劃啦，寫咗1/4左右之後咧，就進入咗呢個擱置嘅階段。即係總係覺得咧，要寫就要寫出成篇完整嘅文章啦，壓力又大咗，跟住又會去批判自己寫得唔好啊，改嚟改去啊咁樣。到後尾一個位就係其他面向嘅工作越嚟越多嘅時候咧，就一路拖。但係喺呢2個月裏面，我就允許自己喺狀態唔係幾好嘅日子，淨係寫1星級嘅嘢，即係就算淨係寫1-2句句子都得嘅，就係咁樣咧，放低咗嗰種一定要坐定定一次寫完1篇嘅心理負擔。呢2個月累積落嚟嘅文字量，竟然係比起我前4-5個月加埋嘅仲要多，而且喺狀況好嘅日子裏面啊，我更加係可以順利咁樣集中精神去寫完成篇文。另外一個驚喜效果就係畫畫啦，係喺我寫作同運動嘅習慣試行咗1個月之後啦，喺今個月啦，我先至將畫畫加入去成為第3個習慣嘅。之前又係會覺得一係就唔畫，一畫咧就一定要畫完一幅好完整嘅大畫先算數嘅。但係而家喺一啲比較忙嘅日子裏邊，甚至乎係午夜時分先翻到屋企嘅日子裏邊，我用翻5分鐘喺本簿仔上面做一啲記錄，一啲 quick sketch 就已經好滿足啦。嗰一日一開始重新去拎起畫筆嘅時候咧，我覺得自己係畫得好醜啊，即係退步咗咁樣。但係跟住我就順便練習埋唔好去批判自己啦。而家去到呢個位咧，就係正正因為呢一啲睇落好似好醜樣啊，唔知做乜嘢嘅少少嘅草稿啦，係令我順利地開展咗一直拖緊嘅2027年插畫月曆呢個 project。喺彈性習慣嘅系統裏面，作者就建議每15日去做一次 review 同埋調整啦。你睇下1星級嘅 item 會唔會門檻都係太高呢？或者自己進步咗，可以試下將個難度去向上再調整呢。以前總係會以為自律就係要好似無堅不摧嘅鋼鐵咁樣啦，唔可以撼動嘅，唔可以轉變嘅。但係經歷咗呢2個月嘅實驗，越嚟越確信啦，真正可以持續嘅，例如我嘅自由業又好，其他生活方式又好，好似竹咁樣有一個穩定嘅 core， 好大風嘅時候仍然都可以有非常之高嘅彈性。就算每日都淨係進步咗1%、0.1%，甚至乎感覺上係冇進步過，好似都連續幾日做1星咁樣。但係只要個人冇停低，呢一場就會係屬於自己嘅無限遊戲，一路可以玩落去。咁今日嘅分享嚟到呢度差唔多啦，多謝你哋嚟睇啊！歡迎留言話俾我知，你最想建立嘅彈性習慣係啲咩呢？最後當然都要多謝訂咗 Patreon 嘅觀眾朋友們啦，都係因為有你哋先至有今日呢條片。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！